欢迎观看老爸的时光。今天咱们分享怎样在家里来做豆制品，可以早晨起来做一碗热气腾腾的豆腐脑，吃不了的还能做成豆腐来炒菜。虽然现在买豆制品很方便，但是咱自己做也很简单的，关键是咱自己做的这个豆香很浓郁，吃起来又新鲜，口感又顺滑。那做豆制品肯定要提前浸泡黄豆，不用太多，大概300克的黄豆就能煮满一大锅豆浆，可以做10碗的豆腐脑，或者是1斤做的豆腐了。如果天气比较热，浸泡黄豆4到5个小时就行，或者是放在冰箱里保鲜层低温浸泡1夜，第二天早晨起来直接来用。那黄豆浸泡好之后，最好再清洗一遍，看看有没有坏掉的挑出来，然后就可以放在机器里打成豆浆了。豆子和水的比例是每1克的黄豆加8克的水。刚才咱们浸泡了300克的黄豆，那就是得加2400克的水。家用的机器比较小，就分2次搅拌吧，大概是高速搅拌1分钟左右就行。搅拌好之后，准备一张比较厚的笼布，或者是双层的，把豆渣过滤出来。那过滤出来的豆渣还可以加水搅拌一次，还可以打出很多的豆浆。可以搅拌黄豆的时候多加点水，加800克吧。搅拌豆渣的时候就加400克，咱分了2次，这样一共用2400克就够了。多加一点也可以，别加太多就行。这次挤出豆浆之后，豆渣就不多了，就可以扔掉了。那豆浆打出来之后就可以倒在锅中煮开了，就是注意煮豆浆的时候别淤了锅。等豆浆煮开了之后，转到小火再煮上5到10分钟吧。其实现在的豆浆只有80、90度，只是看上去像煮开了，这个时候会产生大量的泡沫，需要勤搅拌着点，不要淤了锅。那又煮了有5、6分钟吧，等泡沫消下去了，这个时候的豆浆才算煮好了。煮好之后，把上面剩余的泡沫撇一下，或者是加入1勺热的豆油，也可以杀掉上面的泡沫。加入豆油是一个很老的方法，咱们小时候买的豆腐是不是有一点发黄，就是加入了豆油。不过咱们在家里就做这么一点，就没必要加了。那煮好的豆浆得放上2、3分钟，让温度降到90度左右。趁着这个时间，可以准备少许的清水，加入6克的葡萄糖内酯，溶解之后倒在豆浆里，快速的搅拌几下，然后盖上盖子焖10分钟左右，就变成豆腐脑了。那这一步要注意煮好的豆浆需要放上2、3分钟，降到90度左右吧，再加入葡萄糖内酯。加入之前把豆浆上面的豆油皮挑出来。清水的分量只需要能溶解这6克的葡萄糖内酯就行。如果是做的比较少，比如说就做1碗豆腐脑，那就用一个小勺子加一点清水，能溶解上1克的葡萄糖内酯就够了。那做豆制品有好几种方法，不过现在比较安全又干净，做起来又简单的就是用葡萄糖内酯了。加入葡萄糖内酯只需简单一搅拌，就可以盖上盖子焖上10分钟，就变成豆腐脑了。等凝固了之后，就用勺子撇出来。自己做的这个豆腐脑特别的顺滑，还有一股淡淡清香黄豆的味道。那像我们这边吃豆腐脑呢，一般都是放酱油、蒜、韭花酱、花生酱、辣椒酱。没这样吃过的朋友可以试一下，特别棒。或者是放一点卤子。我去北京的时候吃豆腐脑都是放卤子的。之前也分享过一期豆腐脑的做法，也分享了卤子的做法，需要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。那如果是想吃豆腐，可以把豆腐脑搅散，找一个小的盒子垫上笼布，把碎的豆腐脑放进去，压出少许的水分，就变成豆腐了。一次性放不下，可以分2到3次往里添加，就是压出少许的水分之后，再把剩余的放进去，上面放一个稍微重一点的东西，压上1个小时左右，就变成豆腐了。
都放进去之后，找一个重一点的东西，大概有个6、7斤吧，也不要太重，毕竟咱做的少。压上1个小时，豆腐就做好了。虽然现在买豆制品很方便啊，但是有时间可以自己尝试一下，自己做的豆制品味道不一样的，尤其是豆腐脑啊，口感非常的顺滑。好了，为了方便大家去记，视频中所需要的材料，视频下方的备注栏或留言区有文字版的配料，有问题可以在留言区留言。大家如果喜欢老爸做的美食，记得帮忙关注点个赞，谢谢大家。那今天的这期美食到这里也就结束了，也祝大家生活愉快。